公元前238年，风云出动，秦王嬴政的一纸命令彻底改变了中原格局。就在这一年，他亲手铲除了权倾朝野的丞相吕不韦，清除了蛊惑宫廷的长兴侯嫪毐势力，从此不再依赖任何人亲政上位，开始全面布局他心中那个惊世的计划：一统六国，问鼎天下。秦灭六国的战略有两个内容，一是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秦王政采纳了魏辽破六国合政的策略，务爱钱财，惠其豪臣，以乱其谋，从内部分化瓦解敌国。二是继承历代远交近攻政策，确定了先弱后强、先近后远的具体战略步骤。李斯建议先攻韩赵，赵举则韩亡，韩亡则精卫不能独立，精卫不能独立，则是一举而坏韩，不为拔荆。东以弱其燕，这一战略步骤可以概括为三步，即冷落燕齐，稳住楚魏，消灭韩赵，然后各个击破，一统一天下。在这种战略方针指导下，统一战争开始了。公元前230年，秦国吞并了六国中最小的韩国。韩国地处中原，国土面积是六国中最小的，人口也不多，一直处在魏国、齐国、楚国和秦国包围之中，没有发展的空间，国力根本无法和秦国抗衡。因此，秦国首先把目标瞄向了韩国。秦王嬴政派列使腾突袭韩国，很轻松地攻破了韩国都城郑城（今河南新郑）。韩王知道自己无力抵抗，只好选择投降，于是韩国灭亡。秦王嬴政在韩国设立颍川郡，建郡置于阳翟（今河南禹州）。六国之中，韩国最先灭亡。公元前236年，秦国趁赵国与燕国大战，国内空虚之际，分兵两路进攻赵国。名将王翦率一军攻占豫宇、辽阳，将军黄邑、杨端和率一军攻占叶、安阳等9座城邑。公元前234年，黄邑又率军进攻平阳5城，杀死赵将护者，斩首10万，大败赵军，占领城池。公元前233年，黄邑挥军越太行山，占领赤利、宜安两邑（今河北石家庄东南），进攻赵国腹地。赵王急调在北方戍边抵御匈奴的名将李牧，带兵抗秦，在肥（今河北荆州西）大败秦军，黄邑崩还。公元前232年，秦军又分两路进攻叶和南孟、扑吴，亦被李牧军击败，但赵军也损失惨重，只得退守都城邯郸（今河北境内）。此后，秦军经过3年休整。公元前230年，正当秦军消灭韩国时，赵国遇到严重旱灾，国内缺粮，人心浮动。秦国在稳定占领区形势，将韩地改建为颍川郡后，立即转用兵力用于赵国。于公元前229年，派军趁赵国大饥之机，从2个方向对赵国发动进攻。王翦率上地兵，羌会率羌兵出井陉，杨端和率河内兵分由南北夹击邯郸。赵王谦派李牧和司马尚率军抵抗，李牧仍采用筑垒固守，避免仓促决战的方针。秦军屡攻不胜，形成相持。王翦利用赵王谦庸碌无知，其宠臣郭开贪财好利和嫉贤妒能的弱点，使用反间计。赵王谦听信谗言，遂命赵冲和严巨代替李牧、司马尚为将。李牧拒不受命，被赵王谦杀死。李牧治军有方，爱护部属，在边防与官兵共同生活，战斗多年，颇得士心。被杀后，军心涣散，部队解体。公元前228年3月，王翦军趁势猛攻，一举击败赵军，杀赵冲，占东阳、太行山以东。严巨拒逃。10月，王翦羌会军攻破邯郸，俘虏赵王谦。赵公子嘉带领征卒数百人逃代，今河北魏县西北，自立为王。但此时赵国已名存实亡。秦国在赵地设置邯郸郡。公元前226年，在灭赵的过程中，秦国大军已濒临燕国边境，燕王喜惶惶不可终日。
眼见秦国少平三晋，就要向自己杀来，却无计可施。燕太子丹最终想出了孤注一掷的暗杀行动，即历史上有名的荆轲刺秦王。时值公元前227年，刺杀行动最终失败，但是秦王政差一点死于荆轲的匕首下。他深恨燕国，立即征兵大举进攻燕国。公元前226年，秦军攻下燕都即今北京市。燕王喜与太子丹逃亡辽东郡，秦将李信率领秦军数千人寻追太子丹至盐水（今辽宁混合）。太子丹因潜伏于水中，幸免于难。后来，燕王喜经过权衡利害关系，派人杀掉太子丹，将其首级献给秦国，想以此求得休战，保住燕国不亡。现在韩国已经纳入秦国的领域，赵国只剩下代城，燕国也只剩下辽东那一小块地方，他们再想重建国家也是不可能的了。秦王嬴政决定先不着急攻打北方的赵国和燕国，而是把南方的魏国和楚国打下来。公元前225年，秦王嬴政派王翦之子王贲出兵关中。王贲没费多少力气，就占领了楚国北部的10几座城，作为攻打魏国的坚固后盾。随后，王贲带领军队从北边进攻魏国都城大梁（今河南开封）。可是大梁的城防建设十分出色，不管怎么打都破坏不了城墙。王贲苦思冥想，终于想了个好办法。他命人从黄河边挖一条沟渠，一直挖到大梁城。黄河水顺着沟渠流到城墙边上，城墙在河水的浸泡下逐渐变得松软起来。过了3个月，城墙的底部被河水侵蚀的经受不住上面的重量，终于倒塌了。大梁瞬间被秦军攻破，魏王甲不得已向秦军投降，成为俘虏，被带到秦国。在攻打魏国的同时，秦王嬴政又派李信带领20万大军去攻打楚国。李信很快把平信请今河南省丘东南打了下来，可是他过分轻敌，后来反而被楚将项燕打得落花流水。李信节节败退，只好匆匆逃回秦国。秦王嬴政很是生气，委派老将王翦出马，让他率领60万大军去征服楚国。这差不多是秦国全国的兵力了。走到天中山（今河南山水西北）的时候，王翦命令军队原地停留，也没有下令打仗，就一直住在这儿。楚将项燕很纳闷，他试探性的发起几次进攻，王翦都不出面迎战，该做什么还是做什么。就这样过了1年，楚国军队放松了警惕，认为秦军不过是驻扎在这儿，并不是来打仗的。于是项燕就带着军队准备返回都城。王翦看到楚军准备撤退，立刻吩咐秦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攻击。楚军上下都慌了神，他们没料到秦军会来这一招。原来之前都是假象，项燕匆忙之间奋力抵抗，但是秦军个个士气高涨，厮杀着把楚军逼得不停的后退。两军在齐城大战一场，楚军损失了很多兵力。随后王翦又一鼓作气渡过淮河，一直打到寿春。公元前223年，寿春被秦军占领，楚王被俘。项燕带着逃出来的昌平军跑到长江以南的地区，拥护昌平军为新的楚王，打算和秦国顽强抵抗。楚国沦陷后，秦国便在楚国内设立了9将军。王翦决定把楚国剩余的势力一网打尽。他先命人造船，然后训练了一支水军，等船造好后，他就带领水军渡过长江，继续发动进攻，成功的杀死了项燕和昌平军。公元前222年，王翦占领了位于楚国南部的会稽城。秦王嬴政随后在这个地方设立了会稽郡。也是在这一年，王贲率军把辽东打了下来，随后又进攻代城，燕王喜和代王嘉都成了俘虏，被带回秦国。赵国和燕国彻底灭亡。在决定吞并6国之前，秦王嬴政便使计把齐国丞相后胜拉拢到自己身边。
他要齐国归附自己，而且不能接受其他国家的援助请求。后胜于是在齐王耳边一阵嘀咕，齐王想了想，还是按照秦王说的去做了。他认为要保住齐国的唯一途径就是依附秦国，原以为只要事事都对秦王言听计从，就能避免灭国的厄运，哪知道他想错了。等到其他5国都被秦国吞并之后，齐王才恍然大悟，这时的秦国也显露出要吞并齐国的意图。齐王慌忙派军去镇守西边的领域，幻想着也许能抵御住秦国的进攻。突然间，他又想到其他国家都被灭了，找不到一个可以帮助自己的人。这时他才明白秦王的阴狠，不由得后悔万分。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准备攻打齐国，他决定想个好一点的理由作为出师的借口。毕竟之前齐国一直对自己言听计从，很快王贲就带着浩浩荡荡的军队朝齐国开进，指责齐王怠慢秦国来的使臣，随后便开始发动攻击。可怜齐国的军队已经多年没有打过仗，又被眼前秦军的气势一吓，哪还有力气抵抗呢？不出几天，都城临淄就被秦军冲破了，齐王只好投降。齐国灭亡了，秦国经历200余年的努力，到了秦王嬴政这一代，终于实现了中华大地的统一。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历史将揭开崭新的一页。秦始皇望着被自己征服的天下，心中不禁得意万分。他知道这江山已尽归于秦，然而哪怕权倾天下，他也不敢掉以轻心，因为他深知那些昔日的诸侯贵族，那些被灭国的余孽，或许正潜伏在暗处，伺机反扑。于是他决定巡游四方，一来展示秦朝的强大国力，二来亲自查访各地，挖出藏在暗处的反贼，看还有谁胆敢与秦为敌。秦始皇的预感还真没错，眼下就有一个人在等待机会，他的名字叫张良，出生于战国时韩国贵族世家，祖父原是韩国的丞相。到了张良这一代，韩国已经走上了衰退的道路，最后打不过前来侵略的秦军，被秦国吞并了。年轻的张良也失去了家族和国家，他无法继承父辈的事业，空有满腔热血，却没有报效的地方，整个家族的荣耀在他这一代断绝了。张良恨透了秦始皇，他那亡国亡家的仇恨越积越深。最后，他想到了一个办法，刺杀秦始皇。于是，他把家产全部变卖出去，和周围人说自己要去外地拜师学习知识，就这样离开了家乡。张良一路上认识了不少有能力的人，四处寻找能和他一起刺杀秦始皇的伙伴。秦始皇虽然为中国的统一做出了贡献，秦朝建立后还制定了很多对百姓和国家有利的政策，社会的生产力也随着发展和提高，但是他的残暴也是出了名的，百姓们大都对他怀恨在心，因此总有一些人怀抱着和张良一样的想法。经过不懈的努力，张良终于找到一位力大无穷的人，这个人愿意助他一臂之力。张良非常高兴，他先是找人制作了一个120斤的大铁锤，秦时的1斤约等于现在的半斤，当成这位伙伴的武器。然后他便四处打探秦始皇的行踪，准备在巡游的过程中寻找机会。公元前218年，正值秦始皇第3次巡游。当他来到阳武县（今河南原阳）南边的博浪山后，突然路边飞出一个巨大的不明物体，直直的朝最中间那辆马车打过去，顿时就把马车打得4分5裂，驾车的人和坐在里面的人当场死亡。张良和伙伴以为把秦始皇打死了，没想到那辆车里坐着的并不是秦始皇，而是一位大臣。原来秦始皇生性多疑，加上以前也曾发生过行刺事件，所以他格外小心，经常换乘不同的马车，没有固定的座驾。按照秦朝的车马规定，皇帝和大臣的车辆是有区别的，皇帝的车有6匹马，大臣的车是4匹马。
这样一来，大家都知道皇帝坐在哪辆车上。秦始皇在巡游的时候，吩咐所有的车辆都只配备4匹马，而且他还实时调换车辆。这次张良行刺，竟被他躲了过去。秦始皇勃然大怒，下令四处搜索寻找凶手。张良两人一看情况不妙，慌忙间逃跑了。侍卫在周围找不到凶手，秦始皇便吩咐在全国范围内发出通缉，务必把行刺的人抓住，随后继续按计划巡游。10天后，凶手仍然没有一点消息，这件事就这样不了了之。张良在逃跑的过程中换了一个名字，他躲到下邳（今江苏睢宁北），直到风声过去之后才敢抛头露面。后来在机缘巧合之下，他得到皇室老人赠送的一本兵书，从那时开始，他就认真学习兵法，最后成为一位有名的军事家。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打算南下视察东南边的国情，这是他第5次巡游，随行人员除了丞相李斯、东车府令赵高之外，还有秦始皇最疼爱的小儿子胡亥。一行人浩浩荡荡于10月从咸阳出发，先是到达云梦，位于今湖北省中部偏东孝感附近。在这里，秦始皇遥对着九嶷山拜祭舜帝，然后从丹阳进入浙江境内，渡过钱塘江，到达会稽郡，在今江苏苏州。在会稽山上祭祀大禹，还把自己的功绩刻在会稽山的大石头上。随后便从会稽郡北面走到南阳（今山东胶南），再一路朝北，直到龙城山（今山东威海境内），然后就是知府山东半岛北部。等到这里的时候，巡游队伍就转向朝西边行进，准备回到咸阳。等走到平原津（今山东平原南）的时候，秦始皇因为过度操劳和长途跋涉的原因，体力不支倒下了。随军的御医多次诊断，运药都不见好，众人便把秦始皇安排在沙丘行宫（今河北广宗西北）内休养。秦始皇知道自己这次的病情很严重，怕是不久于人世，他连忙把赵高传唤到身边，要他写一封信给大公子扶苏。此时的扶苏正和蒙恬将军带领军队驻扎在上郡。秦始皇准备传位给扶苏，信中要求扶苏尽快赶回咸阳。如果秦始皇不幸驾崩，将由扶苏主持丧事。然而，秦始皇没能等到这封信送到扶苏的手里，这位千古帝王就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赵高写得一手好字，又擅长律法典籍，秦始皇很看重他，不但让他担任东车府令，还让他当胡亥的老师，因此赵高和胡亥的感情十分深厚。胡亥也事事都要征求赵高的意见。话说秦始皇驾崩之后，赵高手里拿着那份遗诏，心情激动又忐忑。他一直有着不小的野心，想要找一个自己能控制得住的人当皇帝。扶苏肯定不行，一来和自己关系不好，二来他和蒙恬之间有怨恨。如果扶苏继位，自己肯定不得善终，而胡亥就是最好人选。想到这儿，赵高就跑去和胡亥商量。胡亥那时虽然也有20岁了，但智谋不够，而且特别依赖赵高。在赵高的花言巧语之下，胡亥很快就同意了这件事。随后赵高又去找丞相李斯，这么大的事情当然瞒不了丞相。起初李斯不同意，但在赵高的威逼利诱之下，他屈服了。于是赵高和李斯秘密更改了遗诏，把胡亥立为储君，并写信给扶苏，用秦始皇的口吻要求扶苏和蒙恬致敬。接着便对外谎称秦始皇身体虚弱，不宜外出，凡事都由他们传递。就这么一路遮遮掩掩的回到了咸阳。没多久，扶苏和蒙恬的死讯就传来了，三人这才把秦始皇驾崩的消息告知天下，并拥护胡亥为秦二世。大臣们都蒙在鼓里，自然也没有人怀疑。胡亥登基后，李斯仍旧是丞相，赵高也没有升任。
但朝军大权其实被赵高牢牢抓在手里。那些以前曾上书弹劾赵高的人都被他添油加醋，捏造事实告发到胡亥那儿。胡亥也不管3721，把那些重臣统统杀了。秦二世唯恐篡位事情败露，连自己的兄弟姐妹都不放过，全部被处死。李斯看不过去，说了几句，也被秦二世判了死刑，落得个腰斩的下场，还被满门抄斩。最后赵高顺利的升任丞相一职。自从赵高做了丞相，朝堂之上都是他说了算。秦二世胡亥对他十分信任，恨不得把所有事情都交给他处理，自己好天天在后宫玩乐。赵高巴不得胡亥这么做，他用花言巧语把胡亥骗得团团转，逐步掌握了皇帝的实权。他还把自己的亲戚和信赖的人都安插进重要的部门。赵高觉得皇帝的位置离自己越来越近，唾手可得，他每天都在思考怎么把皇位抢过来。可是他不知道大臣们会不会拥戴自己，他想知道有多少人会站在自己这边，有多少人会极力反对。于是他想出一个荒唐至极的办法。赵高从外面找来一只鹿，上早朝的时候，他牵着这只鹿走到大殿上。秦二世一看，觉得很奇怪，就问他：丞相今天为什么带一只鹿来上朝呢？赵高胸有成竹地说：陛下，您看错了，这是一匹马，不是鹿。秦二世大吃一惊，随即又笑着说：丞相看错了，这是鹿，不是马。赵高一看时机成熟了，就笑着对秦二世说：陛下要是不相信我，不妨问问大臣们，让他们说说这到底是鹿还是马。说着便面对着大臣，脸上露着笑意。大臣们明白了赵高的诡计，一些胆小怕事、阿谀奉承的人立刻说这是一匹马，一些正义的大臣却坚持说这是鹿。秦二世胡亥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心里很是疑惑，但是他对赵高的依赖已经非常深了，因此他犹犹豫豫地说：看来是寡人看错了，这的确是匹马。赵高窃笑不已，他很清楚胡亥只可能听自己的话，所以才敢这么嚣张。这之后，赵高便想尽一切办法，把那些在朝堂上反对自己的大臣都杀光了，甚至连他们的家人都没放过。赵高仗着秦二世对自己的宠信，在朝廷之中翻云覆雨，他在无形之中助长了秦朝的暴政，因此也加速了秦王朝的灭亡。但他自己也没有落得一个好结局。他不是王侯将相，不掌兵权，不握符节，只是一个被秦朝征去服劳役的农民。但就在一个暴雨滂沱的夜晚，他竟密谋起事，自封为王。大泽乡起义又称陈胜吴广起义，是秦末农民战中的一部分。此次起义沉重打击了秦朝，揭开了秦末农民起义的序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平民起义。公元前209年，秦朝正四处征役农民劳动力。这天，一支队伍正急匆匆地从阳城经河南登封赶往渔阳，经北京密云。队伍里面的900多人都是刚召集来的农民，他们要去驻守边关。天公不作美，正当他们走到祁县大泽乡经安徽宿州刘村附近的时候，暴雨倾盆，只好在附近找地方暂时歇息。队伍中有个阳城人叫陈胜，很早以前他就认为自己将会做一番大事业，并且和伙伴们相互约定，等到了富贵的那一天，大家可不要忘记以前共患难的朋友。大家都嘲笑他不自量力，陈胜满不在乎地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这次他被抓去守边关，还当了领队人，眼看无法按时到达渔阳，他又急又怕。当时的秦朝法律规定，不能按期去边关报到，是要杀头的。于是他去找另一位领队人，一个来自阳夏经河南太康名叫吴广的人，商量对策。
陈胜的意思是，与其超过时间去边关报道，落得个杀头的罪名，还不如趁机发动反秦运动，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吴广觉得这话有理，便答应和他一同起义。接着两人做了一些准备，好让别人觉得起义是老天爷认可的。古时候的百姓对神明很是敬畏，如果打着上天的旗帜，相信很多人都会加入进来。果然，在两人的一手策划之下，深受秦朝压迫的穷苦老百姓纷纷把陈胜看作是从天上下来拯救他们的天子，拥立陈胜为王。大家还自发的做了很多木质武器，砍下很多竹竿，插着树枝当旗帜，每个人都热情高涨。对于秦王朝，百姓们已经忍了很久了。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起义队伍，陈胜吴广率领着一众百姓，首先把祁县占领了，接着又在1个月的时间里攻占了治县（今安徽宿州西）、佗县（今河南永城西）、苦县（今河南谪城县北）、谪县、谯县（今安徽亳州）等5个地方。在大泽乡迸发出的小火苗已经燃起熊熊烈火，蔓延在中原大地上。陈胜并不是一介马夫，他很清楚，想要起义成功，必须有良好的作战策略。眼下起义军已经占领了安徽、河南之间的很多地方，人数也在进一步扩增。他们已经有了600-700辆战车，1000多名骑兵，还有3万名步兵。陈胜打算下一步去攻打陈县（今河南淮阳）。陈县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在历朝历代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两周和春秋时期，陈县是陈国的都城。战国末期，楚国也把都城定在这儿。秦朝统一天下后，又把陈县定为郡治。如果起义军能占领陈县，对秦朝必定是个沉重的打击。因此，陈胜毫不犹豫地带领部队直奔陈县。得知起义军的动向后，陈县的郡守和县令慌得不知怎么办才好。他们根本不是打仗的料。农民军还没围到城门口，两个人就已经跑得远远的了，只留下郡城、郡守父子守在城内。郡城准备和起义军大打一场，可是驻扎在陈县的秦军早就被起义军的气势吓破了胆，哪还有力气抵抗？没多久，陈县的防守被攻破，郡城被愤怒的百姓杀死了，起义军牢牢地掌握了这个军事要地。陈胜很快宣布自立为王，国号张楚，都城就设在陈县。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革命政权建立了，百姓们纷纷表示拥戴陈胜，推翻残暴的秦王朝，把所有受苦受难的人民都解救出来。至此，陈胜实现了他在年轻时立下的志愿，做一番大事业。政权建立后，全国都沸腾了，每天都传来不同地方的百姓起义的消息，他们都是打着张楚的旗帜。农民起义愈演愈烈，一些战国贵族的残余势力也趁此机会大张旗鼓，开始反对秦朝统治者。其中著名的领袖人物有刘邦、项羽、项梁、英布、彭越等。看着中原大地飘扬着的张楚旗帜，陈胜的斗志更加高涨。他和吴广还有其他领导人商量了一下，决定下一步把进攻的主力转向西边，逐步朝咸阳逼近。吴广被任命为假王即副王，带领大部分起义军直扑咸阳（今河南郑州西），然后从函谷关朝咸阳进攻，宋刘攻打南阳，然后用包抄战术进攻关中。武臣、洞真、周、昭平等人则被陈胜任命为将军，一部分人带兵北上，横渡黄河，把以前原属于赵国的地区（今山西北部和北西南部）占领下来，然后南下攻打九江郡，占领淮南地区。另一部分人去攻打广陵（今江苏扬州北部）和以前原属魏国的地区，今河南东北部连接山西西南部，进而把长江下游黄河以南的大梁全部占领。至此，农民起义运动进入高潮，起义军奋勇作战，攻下一个又一个地方。可是吴广在咸阳的进攻遭到了抵抗，很久都没有起色。咸阳是通往关中的重要门户，拿下它就等于拿下了关中，而且咸阳不远处正是秦军粮仓所在的位置。
要是控制了粮草，不但能满足起义军的食物空缺，还能让秦军丧失一半的战斗力。因此，荥阳必须攻下来。陈胜在得知武馆进攻不顺利之后，立刻委任周文为将军，趁着秦军被武馆叛住的时候，让他带兵从函谷关绕开荥阳，务必进攻咸阳城。周文率领的大军一路过关斩将，最后攻到咸阳城外百余里的地方。不少沿途百姓在大军过境时，纷纷加入其中，队伍的人数多达10万，战车也有1000多辆。直到此时，秦二世胡亥总算从奢靡的生活中惊醒过来。起义军气势如日中天，这位只顾贪图享乐的皇帝急得团团转，可是又想不出什么方法来应对。咸阳城里所有的军队都被派到外地去了，现在去哪儿找人来打仗呢？章邯便对秦二世提议，不如把正在骊山服劳役的几10万劳工派出来。秦二世想了想，现在也只有这个办法了，于是他封章邯为大将军，率领临时军队去抵御起义军。这时周文正在停军整顿，突然冒出一大批秦军，起义军毫无准备，被赶出咸阳境内。两军在朝阳亭经河南灵宝东北对阵，起义军终于敌不过秦军，又退回渑池经河南西部。偏偏这时起义军的粮草供应不上，战事又节节败退，在抵抗了10几天之后，眼看就要被秦军消灭，周文只好拔剑自刎。章邯趁势进攻荥阳，因为武馆和一位部下闹了点小矛盾，这位部下竟然杀死了武馆，正好让秦军钻了空子，于是守在荥阳的起义军全部战死。至此，起义军开始内讧，加上陈胜没有制定一个好的管理政策，导致起义行动变得松散起来，不少地方被旧诸侯国势力夺走。陈胜本人的思想也发生了转变，逐渐脱离了群众，因此被众人孤立，最后死在自己车夫庄贾的手里。最后，庄贾带着陈胜的首级去向秦军邀功请赏。张楚政权成立后没几个月，陈胜就被害了。虽然失去了领袖人物，但中华大地上的反秦运动如雨后春笋一般纷纷出现，所以陈胜的功劳不可忽视。大泽乡起义揭开了秦末农民运动的序幕，给予秦朝政权当头痛击，秦朝很快就要灭亡了。陈胜武馆在大泽乡揭竿而起，惊雷般的呐喊划破了千年沉寂的夜空，也唤醒了沉睡的天下。这不仅仅是一场农民的反抗，更是一股连锁反应，一场关乎王朝命运的大崩塌由此拉开帷幕。公元前209年，当陈胜武馆在大泽乡发动群众起义之后，楚国名将后裔项梁也带着侄子项羽起兵响应。他们杀死了吴中今江苏苏州太守。24岁的项羽表现尤为出众，竟然一个人斩杀太守府的100多名卫兵，勇猛无敌。随后他们领着几千名吴中热血男儿加入反秦起义的大军之中。陈胜被害后，他的旧时将领吕诚怨愤难平，吕诚很快就重新打出张楚政权的旗帜，把被秦军占领的陈县夺了回来，接着便和部将昭平一起投奔项梁，并拜项梁为上诸国大将军，反秦斗争再次复苏。没多久，项梁便立楚怀王的孙子为王，人称楚怀王。项梁、项羽一路奋力杀敌，相继攻破登阿、定陶等地，秦军被打得四下逃散。另一边，位于沛郡今江苏沛县的中阳里也传来了百姓起义的消息。带头人名叫刘邦，原本是个平民，他从小就不务正业，游手好闲。好在他善于察言观色，能言巧辩，和县里的官吏们的关系都很好，因此混了个亭长，管理10里以内的小官的职位。有一天，刘邦看到秦始皇巡游时的宏伟场面，顿时羡慕不已，认为男子汉大丈夫就应该如此。因为秦二世征集全国劳力去修建骊山陵墓和阿房宫，刘邦作为亭长，必须要把当地能劳动的百姓都送去服劳役。这一天，刘邦带着许多劳工朝骊山行进着，可队伍中不断有人逃跑，到最后人越来越少，他愁得唉声叹气。
照这样的情况，就算到了骊山，自己也会因为人数不够而被杀头。想到这，他干脆趁天黑之后，把捆着劳工的绳子都解开了，嘱咐他们跑得远远的，是死是活，听天由命。正当大伙准备离开的时候，突然有人发现路中间横着一条又粗又长的白色蟒蛇。刘邦几步跨过去，挥起佩剑就把蟒蛇从中间砍断。一些人谢过他之后就离开了，还有一些人则表示会无怨无悔地跟着刘邦，以报答刘邦的救命之恩。刘邦考虑再三，决定带着这些人躲进芒砀山避避风头。眼看全国各地都在起义，沛县的县令也想响应反秦运动，一方面赢得起义军的信任，另一方面自己也可以继续掌握沛县。当时县衙里还有2个次一级的官吏，一个叫萧何，一个叫曹参。他们觉得想要稳固势力，首先要壮大自己的队伍，于是县令按照他们的意思，把逃亡在外的沛县人都找了回来，然后请樊哙去找刘邦。樊哙是刘邦的好朋友，没过多久，他就把躲在芒砀山里的刘邦带回沛县，同时跟随他们的还有当初留下来的一些劳工，以及陆陆续续跑来投奔刘邦的百姓，加起来有100多人。县令刚把樊哙派出去，又觉得这么做不妥，他害怕刘邦不愿听从自己的安排，要是让他回城的话，指不定会做出什么事情，不但沛县不保，自己都有可能被他杀死。于是县令抢先一步把城门关闭了，下令谁敢开门就处死谁。接着他吩咐士兵把萧何和曹参抓起来，没想到2人预先得到了消息，早就跑出了沛县。他们躲在半途中，等着刘邦的到来，把城里的情况一五一十告诉了刘邦。刘邦决定号召百姓起来造反，然后里应外合攻破城门。他写了一封信，搭在箭上射进城里。百姓们本来就对县令的做法很不赞同，气愤的百姓蜂拥冲进县衙，杀死了县令，然后打开城门迎接刘邦。在百姓的拥立之下，刘邦借用斩杀白蛇为象征，投入到起义当中。因为他是在沛县发动起义的，所以人们也称他为沛公。公元前208年，项梁带领大军一鼓作气朝咸阳逼近，秦国将军章邯奋力抵抗，但项梁勇猛善战，加上起义军个个士气高涨，秦军被打得节节败退。东阿今山东阳谷东北，濮阳今河南滑县东北，定陶今山东省菏泽市南，相继被起义军占领。而这时刘邦也带着大批人马来投靠楚怀王。驻扎在定陶的项梁立刻派项羽和刘邦前来支援，并让2人继续朝咸阳进攻。项羽和刘邦不负众望，在交战过程中杀死了秦朝将领李由。眼看秦军所剩无几，章邯急忙跑到咸阳，重新征集军队，准备趁项梁疏忽大意的时候打他个措手不及。项梁因为过分轻敌的原因，不幸死于战争之中。楚军失去了首领，顿时变得人心惶惶。章邯乘胜追击，把项羽、刘邦等人逼到彭城（今江苏徐州），众人无奈，只好死守彭城。章邯眼见项梁被杀，楚军变得萎靡不振，便以为事情尽在他的掌握之中，于是抽调大批军队来到黄河以北的地方，这儿正是新成立的赵国所处的位置。章邯把新任赵王赵歇打得落花流水，赵歇最后退居到巨鹿（今河北邢台）。章邯久攻不下，只能把巨鹿围个水泄不通。随后章邯又把军队一分为2，一部分由自己带领在巨鹿附近囤积粮食，剩下的则由王离带着继续围攻巨鹿。城里的赵歇急得团团转，而城外闻讯赶来的齐国、燕国的军队却因为惧怕秦军的实力而不敢出手相救。赵歇只好派人向楚国求救。楚怀王得到消息后，立刻委派宋义和项羽谋士范增一起带军北上。公元前207年，宋义带着楚军赶去增援赵国。虽然他是大将军，却是贪生怕死的人，
全凭自己能说会道，才博取了楚怀王的认可。宋义从没想过要和秦军打仗，因此在军队到达安阳（今山东曹县东）的时候，他便下令不走了，而且一停就是40几天，不管将士们怎么提议，他都按兵不动，每天只在军营里喝酒消遣。最后，项羽怒气冲冲地跑来找宋义，非要他出兵。宋义勃然大怒，骂项羽以下犯上，并声称一切军中事务必须听从自己的安排，要是有谁胆敢违抗的话，一律按杀徒罪论处。项羽不服，直说宋义不配做将领统帅。宋义冷冷地指责项羽只是一介莽夫，不懂得行军打仗的策略。项羽憋着一肚子怒气，只好无奈地走出营帐。没想到第二天一早，项羽就穿着全套盔甲出现在宋义面前。他最后一次问宋义出不出兵，宋义仍然不同意。于是项羽拔剑一挥，宋义的人头应声落地。接着项羽便向全军宣布由他顶替大将军的位置，并吩咐将士们做好出战准备。项羽首先派英布和蒲将军带领一部分军队先抵达巨鹿，自己则留在河边观看局势。王离想着章邯就在不远处驻守，周围诸侯国的援兵也不敢轻易朝自己发动进攻。楚国的军队虽然过了河，想必他们也和别国一样，只能干着急，不敢轻举妄动。城里的赵王歇更是着急，粮食越来越少，如果再得不到援助，恐怕就要饿死在城里了。可是英布和蒲将军一渡过河，就朝王离的军队扑来，秦军还愣在那里不知所措。楚军早就杀红了眼，王离万万没想到楚军竟敢如此大胆，他过于轻敌了。秦军没抵抗多久就败下阵来，英布便马上下令停止战斗，把军队全部带到河边。他这么做，一来可以引诱王离和章邯的部队，二来也能帮助项羽顺利渡河。项羽闻听英布和蒲将军打了一场胜仗后，喜不自禁，他决定再次出其不意，发动进攻，不给秦军思考和休整的机会。项羽率军渡河，然后命令全军士兵随身只携带3天的干粮，把所有船只和煮饭的铁锅都打破，沉到河底。士兵们一看，知道这场仗一定要赢，个个都精神抖擞，士气高涨，定要与秦军拼个你死我活。项羽首先和范增商量，先去攻打王离，把运输粮草的通道堵住。赵国也随即解放出来。范增则带着一部分军队去围攻章邯，但不要正面冲突。等王离的军队被消灭后，再率领全军一举拿下章邯。于是英布和蒲将军带着人马把运输粮草的秦军控制住了。项羽带兵去攻打王离，范增在章邯的驻守地替楚军主力打掩护。项羽和王离的军队交战了好几回，终于项羽大获全胜，俘虏了王离。然后项羽和英布等人跑去增援范增，隔着很远的距离就听到士兵喊声震天。项羽走近一看，才发现楚军士兵都在擂鼓呐喊，一旦秦军出动就停止击鼓。三番五次之后，章邯顿觉楚军有诈。正好此时一个探子来报说，围困赵国的军队全军覆没，将领被擒。章邯急得率军朝巨鹿赶去，没想到项羽早已守候在军营不远处。项羽一见章邯，就想到叔父项梁的死，两个人很快就厮杀起来。章邯毕竟不是项羽的对手，几个回合之后，秦军便落了下风。项羽是越战越猛，楚军士兵也不堪示弱，秦军被打得抱头楚川，章邯也落荒而逃。项羽兵胜之后，并没有接受赵国的邀请，而是坐在军营里接待各国诸侯将领和士兵。诸侯国的军队本来战战兢兢，不敢上前帮助被困的赵国，后来看到楚军奋勇杀敌的场面，尤其看到项羽勇猛的气势，每个人都被震得说不出话来。从此，项羽这个名字成为了反秦的象征，也成为了后续楚汉争霸的主角。而刘邦也在这场烽火乱世中悄然积蓄力量，等待属于他的时机。记录员上，风声夹杂着远处战鼓的轰鸣，楚军与秦军的厮杀已近尾声，战场上弥漫着硝烟和血腥的气息。
秦军将领章邯深知这一战若败，秦国的命运将不再掌握在自己手中。就在这关键时刻，章邯做出了一个震惊天下的决定，带着20万秦军向楚军投降，归顺项羽。而这一投降不仅成为秦朝覆灭的关键转折，也揭开了接下来一幕幕权力斗争和阴谋诡计的序幕。千里之外的咸阳宫廷暗流涌动，谁能真正掌握这日益破碎的王朝？章邯投降的消息传到秦宫中，丞相赵高预感秦朝气数已尽，可现在他仍然想着当皇帝的美梦。眼看诸侯军就要冲进咸阳城，秦二世胡亥也对自己产生了怀疑。赵高决定先一步发动兵变，他联合弟弟和女婿带领护卫军冲进宫殿，以抓盗贼的借口肆意滥杀无辜的工人，最后逼得秦二世上吊自尽。赵高满以为有了玉玺就能当皇帝，没想到文武百官根本不接受他，一时之间竟不知怎么办才好。无奈之下，赵高把玉玺交给子婴，子婴不甘忍受赵高的摆布，设了个计谋，杀死了赵高。公元前206年10月，刘邦率军第一个占领了咸阳。秦王子婴拉着白马和简朴的马车等候在路旁，看到刘邦来了之后，便双手奉上国玺，以此表示归顺的诚意。刘邦宅心仁厚，指命将士们好好看管秦王子婴，并没有杀他。进入秦宫后的刘邦，马上就被金碧辉煌的摆设和美丽的宫人所吸引，幸得众人劝阻，才没有过分流连其中。刘邦把军队带离咸阳城，驻扎在坝上，随后把当地的乡绅百姓集合起来开会。刘邦在会上安抚受惊的百姓们，他说残暴的秦朝已经灭亡了，再也不会有人遭受秦朝残酷的律法。刘邦请百姓们放心，诸侯国的军队和秦军不一样，从现在开始，各级官员该怎么工作就怎么工作，并且提出3点要求：杀害他人必须偿命，伤害他人必须接受惩处，偷盗等罪行依轻重处罚。百姓们听到后欢欣鼓舞，纷纷带着自家的肉和酒来进献给刘邦的军队。刘邦没有接受，他谢过百姓的好意，一再保证不会伤害百姓丝毫。经历了地狱般的秦朝统治，老百姓对眼前这位仁慈的统帅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每个人都争着请刘邦来当皇帝。项羽听说刘邦进驻咸阳后，气得暴跳如雷，他急匆匆地朝咸阳赶去，心里却又担心那20万投降的秦军会不会趁自己不注意的时候造反。他于是把一些低等楚军将领和士兵掺杂在秦军中打探消息。章邯虽然归顺项羽得到了封赏，但秦军士兵没有得到任何补偿，反而受尽了楚军的凌辱和冷落。司马迁虽然有所耳闻，也知道错在于秦军，但他不善于辩解，只能暗自宽慰秦军。秦军士兵对项羽颇为不满，人心惶惶，气愤怨恨的大有人在。安插在秦军的楚军士兵立刻把这一消息告诉给项羽，项羽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决定把秦军全部消灭掉。20万不是个小数目，每天的军粮开销就要很多。况且他们怀有一心，在项羽看来是一个很大的威胁。项羽预先把司马迁引了出去，阴部趁夜偷袭秦军，士兵们慌作一团，互相推挤踩踏，死伤无数。侥幸活下来的人和死去的士兵被楚军全部埋进一个大坑里。这件事给项羽和楚军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影响，加上后来项羽闯进咸阳烧杀抢掠，百姓对他全无半点好感，注定了他以后失败的结局。刘邦入咸阳后，采取安抚百姓的政策，得到了百姓的支持。项羽却冲动鲁莽，难以担当国家大任，天下归谁所有已成定局。项羽马不停蹄，终于赶到咸阳城外的鸿门，今陕西西安临潼区新丰镇鸿门堡村，和驻扎在坝上的刘邦遥遥相对。正在这时，刘邦军中的一个中级将领跑来向项羽告密，说刘邦有心称王，还不准部下杀死秦王子婴。项羽一听就火冒三丈，扬言一定要抓住刘邦。范增也在一旁添油加醋。项羽越发盛怒，决定第二天就发兵攻打刘邦的军队。消息很快传遍楚军的阵营，有一个人慌了，
他是项羽的叔父，名叫项伯。项伯和刘邦的谋士张良交情匪浅，曾经受过张良的救命之恩。听到项羽要攻打刘邦之后，项伯担心张良的安危，便在晚上偷偷骑马跑去找张良，要他快点逃命。张良却说自己要保护刘邦。他想了想，决定把项伯带去见刘邦。等刘邦听了张良说了事情的全部经过之后，他吓得面无血色，再三向项伯表示自己没有称王的野心，只是受了小人的挑唆，做了些让项羽误会的事情。刘邦知道一旦开战，自己肯定会败在项羽的手下，不如先得到项伯的帮助，说不定有转圜的余地。于是刘邦恭敬地称项伯为兄长，还相约两人为儿女亲家。言辞之中满是对项伯的敬意和对项羽的称赞。项伯一看刘邦态度诚恳，就答应回去劝阻项羽出兵，并叮嘱刘邦明天务必亲自前来拜见项羽。第二天一早，刘邦就带着亲随和一些士兵来到鸿门，他把士兵留在阵营外，只和亲随走进军营。项羽还没来得及发兵，看到刘邦后感到有些意外，但又不好发怒，虽请众人入营帐，吩咐司从端上酒和食物。刘邦在席上态度谦和地把攻占咸阳的目的告诉了项羽，说自己是在为后来的部队扫清障碍，请项羽不要听信小人谗言。这一番话说的项羽心生愧疚，觉得自己对刘邦误会太深，加上叔父项伯在一旁替刘邦说好话，项羽更加觉得过意不去，杀刘邦的想法也渐渐淡忘了。但范增不时在旁边做出各种动作来提醒项羽不要忘记当初的决定。可是项羽没有理会他，范增急得很，他找了个空子离开酒席，在外面拦住项羽的堂弟项庄，想让项庄进去假装敬酒舞剑，趁机把刘邦刺死。项庄答应之后，就钻进营帐，二话不说，拿起一杯酒，便对着刘邦一口喝完，然后请示项羽，希望能给沛公舞一段剑。项羽高兴地同意了，于是项庄拔出宝剑，左右起舞，慢慢地朝沛公逼近。项伯一眼就看明白项庄的真实意图，是想刺杀刘邦，因此他也抽出佩剑和项庄对舞起来。每一次项庄想借机刺向刘邦的时候，项伯都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刘邦眼看席上气氛紧张，心里不由得生出几分害怕，但他表面上装作没事人一样，只是不敢喝得太多。张良看到项庄渐渐都冲着刘邦，知道这次凶多吉少，他寻了个空隙出了营帐，找到等候在外的樊哙，把眼下危机的情势说给樊哙听。樊哙立刻冲进营中，横眉冷对项羽。项羽以为他是进来挑起事端的，正准备发难，张良及时赶到，向项羽说明这个人只是刘邦的车夫。项羽发下了防备，并赏给樊哙一碗酒和一只半生不熟的猪肘子。樊哙也不在乎，直接坐在地上，用剑切下一片片肉送到嘴里。吃完后，樊哙一抹嘴，先谢过项羽的款待，然后指责项羽忘恩负义，不顾沛公的好意，反而怀疑他。楚怀王在牺牲之前就曾说过，谁先进入关中，谁就当关中王。沛公若是称王，哪会放着满仓满室的金银珠宝不要，还把军队退到坝上，等候诸侯国军队的到来？要是项王借故为难沛公的话，又和残暴的秦朝统治者有什么两样呢？项羽听了樊哙的话，不知该如何回答。樊哙坐下后没多久，刘邦就借上厕所的机会跑了出来，张良和樊哙随后也跟着走出来。张良建议刘邦趁机回到坝上，由他留下来和项羽周旋。刘邦这次本来带了2件礼物，一直没有献出来，他索性把礼物也留给了张良，请张良代为献给项羽和范增，然后他便在樊哙和几位随从的陪同之下，骑马赶回自己的军营。张良估计沛公离坝上不远了，这才慢悠悠地走进营帐。项羽眼见刘邦没有回来，很吃惊地问怎么回事。张良推说刘邦喝醉了酒，怕在项王面前失态，就先回去了，
并说这次来之前准备了2份礼物，白璧1对献给项王，玉斗1对献给亚父。项羽对范增的尊称。范增听了张良的话，气得拔剑就朝玉斗劈去，玉斗掉在地上成了碎片。想到项羽的心慈手软，范增在心里哀叹，日后必将被刘邦赶尽杀绝。刘邦依靠自己的沉着冷静和他人的帮助，从项羽手中捡回一条命，也更加坚定了以后要消灭项羽、夺取天下的想法。项羽随后不久便占领咸阳，但他没有和刘邦一样安抚百姓，而是把秦王子婴和几乎所有王公贵族、文武大臣都杀死了。楚军还在宫殿里大肆抢夺珍宝和美女。项羽甚至下令火烧秦宫，大火足足燃烧了几天几夜。随后，项羽尊称怀王为义帝，把参与反秦战争的各位将军封为诸侯王，其中刘邦被封为汉王，英布被封为九江王，每个诸侯王划分一块势力范围，总共有18位诸侯王。项羽自封西楚霸王，立都彭城，为诸侯王之首。项羽无视楚怀王雄心当初先入定关中者王之的约定，表面上尊他为义帝，实则为分封天下铺路。随即，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刘邦封汉王，章邯为雍王，司马迁为塞王，英布为九江王等18路诸侯，山河尽入其手，分封未久。项羽借古之地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之名，将义帝迁往长沙城县，暗中却命衡山王吴芮、临江王共敖、九江王英布在途中下手。公元前206年10月，英布遣将追至城县，刀光一闪，义帝毙命，血染南国，自此大权尽归霸王之手。项羽为了杜绝后患，把巴蜀汉中那块人烟稀少、环境恶劣的地区分配给刘邦，还让3位归顺自己的秦朝将领分别盘踞在刘邦的周围，随时监视刘邦的动向。章邯就是3人之一，项羽特意让他守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如果刘邦想出关的话，章邯所处的位置是必经之处。汉王刘邦知道自己的势力比不过项羽，明明是自己先入关中，却被分配到最远的地方，但刘邦只能在心里发泄一通，表面上他还是遵照项羽的安排去了巴蜀之地。进入巴蜀的唯一通道是栈道，等到刘邦的全部人马通过栈道之后，张良就向刘邦献计，说应该把这条唯一的通道毁掉，不但可以表示我们没有意图谋取江山，还能以防项羽对我们赶尽杀绝。刘邦一听觉得有理，就命人放火把栈道烧了个精光。栈道被烧的消息很快传到章邯那儿，章邯果然上当了。他想着刘邦是真的安心在穷地方待着，这样一来，章邯的警觉心也低了不少。不过刘邦手下的部将和士兵也绝望了，他们并不知道沛公和张良的想法，还以为这辈子只能待在巴蜀了。因此每个人的心情都是绝望的。等到汉王刘邦在巴蜀安定下来之后，这些想着回家的人便寻找各种机会往外逃，差不多每天晚上都会跑掉几个人。刘邦很着急，照这样下去，没多久他的军队就全跑完了。正在这时，夏侯婴把一个不起眼的士兵举荐给萧何，说这个人是个难得的人才，要好好珍惜。这个士兵叫韩信，平民出身，性格直爽豪放，在家乡时因为贫困潦倒，常常吃不上饭，连给母亲下葬的钱都没有。但他一直坚持阅书无数，当地的亭长看到韩信意志坚定，知道这个人一定会有一番作为，便邀请韩信住在家中。可是亭长的妻子嫌弃韩信，韩信一怒之下离开了亭长家，多亏一位在河边洗沙的老婆婆接济他，才没有饿死。后来有个年轻的屠户想羞辱韩信，要韩信从自己的2腿之间爬过去，要不然就和他打一架。韩信不愿和这种鲁莽的人纠缠不清，他慢慢的从屠户的身子底下爬了过去，为此他遭到不少乡邻的嘲笑。当全国开始爆发反秦起义的战斗后，
韩信就离开家乡去投靠项羽。他好几次给项羽提出军事方面的建议，但项羽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加上项羽进咸阳后的种种不得人心的做法，让韩信觉得项羽日后不可能成为一代君主，于是他弃楚投汉。随着刘邦来到封地，韩信在刘邦军中也没有得到重视，只得了一个小小的官职，看守仓库。不幸犯了军法，他和同罪的10几个人被拉去刑场杀头。正在紧要关头，韩信看到夏侯婴从旁边经过，于是朝着他大喊：汉王不是想夺取天下吗？为什么要把有谋略的人杀掉？夏侯婴听到这话，十分惊讶。原本属于高层领导人才知道的秘密，居然被一个普通的士兵点破。他看了看韩信，觉得他有勇有谋，必有过人之处，于是救了他一命。萧何和韩信聊了几句之后，发现他确实满腹经纶，足智多谋，便把韩信推荐给刘邦。可是刘邦也和项羽一样，觉得韩信没有功绩，难以让人信服。韩信一看汉王的态度，顿时心灰意冷。看着身边不断有人出逃，韩信也决定离开巴蜀。这一晚，韩信牵着马离开，还没走多久，就听到身后传来萧何的喊声。原来萧何发觉韩信离开后，快马加鞭地赶了上来，好说歹说，终于把韩信劝了回去。萧何这一次郑重其事地告诉刘邦，若想取得天下，韩信不可或缺。萧何还请刘邦拜韩信为大将军，以后运兵打仗都听他的指挥。于是刘邦设祭坛，斋戒沐浴，于全军将领和士兵面前正式册封韩信为大将军。众军哗然，但也只能服从命令。从这以后，刘邦在萧何和韩信的帮助下，一步步朝东挺进，和项羽争夺天下。刘邦首先问韩信有什么好计谋和项羽抗衡，韩信却告诉刘邦，如论实力，项羽当之无愧是第一名，他的一声令下，没有人敢不服从。但项羽没有智谋，打仗光靠蛮力，虽有仁慈之心，却优柔寡断，而且生性多疑，每次行军经过各处都要烧杀抢掠，人心尽失。现在他还违背了楚怀王的约定，相信普天之下没有几个人愿意归顺在他手下，很快就会有人起兵反抗。韩信接着说，沛公入关中时体贴爱民，秦国百姓莫不拥戴沛公，本来关中王就该沛公来当，可是被项羽抢去了，百姓们都替您不值。如果沛公起兵的话，民众决定会站在您这边。项羽手下有3位秦军将领，都是投降而来的，当时他们带了几十万秦军，却被项羽全部坑杀，所以他们3人也是心有怨气，不如先从这3位秦朝将军下手，联盟也好，诛杀也好，只要把这3块封地抢到手，胜算就多了不少。刘邦听完韩信的话，非常高兴，只恨自己没有早一点重用他。韩信又建议刘邦不妨以修栈道的名义，先派小部分军队引开3位将军的注意力，然后把军队主力从隐蔽的地方带出去，打他们个措手不及。汉元年，公元前206年2月，刘邦派樊哙率军大修栈道，接着自己亲自带领大队人马翻过秦岭，把章邯围个水泄不通。章邯这时才知道刘邦的真实意图，可是已经晚了，虽然奋力抵抗，陈仓还是被汉军占领。章邯带着余部匆忙出逃，后被汉军全部消灭。汉军一鼓作气，把其他2个秦国的将军的封地也攻打下来。至此，刘邦和项羽的战争正式拉开序幕。夜色未退，天下的局势却已暗流涌动。公元前206年，汉军自汉中沿陈仓道北上，突袭关中。陈仓之战中击败章邯。刘邦之所以敢在这个节骨眼上对章邯等人下手，不是盲目冲动，而是嗅到了战机的味道。彼时的齐国早已按捺不住不满的情绪。齐国贵族出身的田荣，表面上对项羽恭顺，心里却对他的安排耿耿于怀。等到时机一到，他便废掉了项羽亲封的齐王，自立为王。
还大放厥词，要打败这位西楚霸王。一边是刘邦已经占据了关中的大半江山，一边是齐国风声鹤唳，蠢蠢欲动。项羽左右为难，不知先镇压哪一方。就在这时，张良出手了，他给项羽写了一封信，信中言辞恳切，说刘邦得了关中就心满意足，不会再有更大野心。可那些其他封王才是真正想吞下天下的威胁。项羽看后，果然放松了对刘邦的防备，把全部兵力投入到平定齐国的战事中。项羽果然不再防范刘邦，全心全力去攻打齐国。等到楚军和齐军交战的时候，刘邦就开动军队朝东边挺进，借义帝的名义拉拢各处诸侯讨伐西楚霸王。汉2年，公元前205年4月，刘邦率军攻打楚都彭城，此时彭城防守松懈，军队都被项羽带去镇压齐王田荣。刘邦趁机在洛阳召集了几十万人马，分为几队朝彭城进军。留守在彭城的楚军将领龙驹和项佗出兵抵抗汉军入侵，遇到从西边包抄而来的汉军将领曹参、灌婴和周勃，三人很快乘围巾经山东东冥横渡黄河，并在定陶打败了龙驹和项佗，然后占领了胡陵，经山东鱼台东南，另一路乘叶县经河南叶县西南到阳夏，从南边包抄彭城，最后一路则由刘邦亲自带领，夏侯婴等将领和诸侯王的军队都在这一队中。他们攻占外环，经河南南考东南，然后向东挺进，半路上遇到彭越带着3万人马前来归顺。刘邦很是高兴，封彭越为魏相，派遣他去攻打梁地，经河南东北部。这之后没多久，刘邦轻而易举地进入了彭城。正在齐国打仗的项羽听到自己的都城被刘邦占领后，气得暴跳如雷。奈何军队都投入到和齐国的战争中，项羽决定赌一把。他领着3万精锐士兵日夜兼程，先是攻占了萧县，让刘邦军队无路可逃，然后趁刘邦在彭城内大肆欢庆的时候发起进攻。项羽以一敌百，战士们大受鼓舞。早上开始交锋，中午时分就已经把汉军打得连连败退。刘邦率众人躲在湖水和虬水经江苏徐州西周围，惊慌失措的汉军你推我挤，早已没了纪律。楚军没费多少力气就诛杀了10多万，剩下的汉军继续朝西南方向逃跑。楚军又在灵璧把汉军团团包围，逼迫10几万汉军跳进睢水中。项羽以为这次一定能抓住刘邦，没想到天空中突然刮起一阵夹杂着沙石的大风，推得人睁不开眼睛，打在身上生疼。刘邦一看老天都在帮助自己，便撇下大军，只带几名骑兵仓皇逃跑。彭城一战，刘邦损失惨重，原本答应和刘邦结为同盟的诸侯王被项羽的气势吓得不轻，全部倒戈投靠楚军。汉2年6月，韩信打败了前来剿灭汉军余部的楚军。然后刘邦再次招募士兵，在荥阳休养生息，继续和项羽抗衡。章邯一直在和刘邦交战，到了7月，他终于坚持不住，被刘邦击败，最终自杀了。刘邦又派人劝说英布离开项羽，彭越还不时在楚军周围来点小动静。项羽此刻已是头痛不已，北方的魏国已被韩信攻占，魏王豹被俘虏，代国和赵国也相继灭亡。不久，项羽开始反击，楚军把荥阳围了个水泄不通。这下刘邦急了，不知道该怎么逃出去。正好身边一个谋士给他献了条计策。这个谋士叫陈平，也是从楚国跑来的。他对刘邦说，项羽身边的范增是他最得力的帮手，只要使计让项羽不再信任范增，楚军必将不堪一击。于是刘邦开始散播消息，说范增和汉国私下里有来往。项羽又一次中计，范增又气又恼，便称自己年纪大了，准备回老家，匆匆离开项羽，却不料半路病发，没到家就死了。范增的离开削弱了楚军的实力，刘邦假派别人去投降，也没有让项羽起疑。趁这个机会，刘邦终于从团团包围中逃出荥阳。
出逃之后，刘邦和韩信联合起来攻占了陈皋，又逼得楚军主力离开荥阳，去保护正被彭越入侵的下邳。公元前204年7月，荥阳和陈皋再次被项羽占领。同年11月，刘邦招募大批新军，彭越攻打居阳（今河南商丘南），项羽不得不调动军队前去战斗。陈皋又一次落入刘邦手中，守城将军曹纠被汉军杀死。项羽在居阳打败了彭越，但军队损失不小，他顾不得给士兵补给装备，马不停蹄地赶到广武（今河南荥阳北）驻军，和汉军相对而立。不巧的是，韩信和灌婴已经把项羽的后路堵死了。楚军的粮食已经不多，士兵的战俘也十分紧缺。在这绝望的情势之下，项羽只好接受和刘邦讲和，双方各占一半江山，以鸿沟为界限，西边是汉国，东边是楚国。公元前203年，项羽撤军，刘邦见楚军离开之后，也打算回到汉中。张良和陈平却不这么想，他们认为楚军撤退正是汉军发起进攻的好时机。眼看楚军势力大减，人心尽失，不如乘胜追击，灭掉楚国，从此天下就是汉国的了。项羽万万想不到，刘邦竟然撕毁条约，趁人之危。楚军一边抵抗，一边退居到垓下。刘邦则集结了韩信、彭越等诸多将领，率70万人马前来围攻项羽。楚军一连作战好几次，士兵都疲惫不堪，人数也仅剩下10万。在汉军密不透风的包围下，项羽率领的骑兵队和后面的步兵队被分割开来。汉军先是假装逃跑，吸引项羽和骑兵队追击，然后从左右两边夹击步兵队。这一战，楚军共损失4万人马，被汉军俘虏了2万人马。跟随在项羽身边的士兵只有不到2万人，项羽无奈，只有再次退到垓下休整。晚上，项羽在营中饮酒，虞姬陪在一旁，忽闻帐外传来楚人的歌声，四面八方皆是。项羽惊讶极了，认为自己没了后路。他凄凉地唱着：“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这便是闻名后世的垓下歌。虞姬自知项羽如今只有拼死一搏，杀出重围，自己在他身边始终是个累赘。于是在项羽唱完之后，虞姬悲伤地和他告别，然后拔剑自刎。虞姬死后，项羽便率领800精兵突出重围，这正是刘邦的计谋，用歌声逼迫项羽杀出来。项羽一路上斩杀了不少汉军将领和士兵，但韩信、周勃、樊哙等人一直在后面穷追不舍。项羽几经曲折，终于跑到乌江边上，800士兵只剩下26名。江边有一条船，乌江的亭长对项羽说：“江墩虽小，也可让大王休养生息，请大王即刻随我过江。”项羽仰天大笑，对亭长说：“想当年我带领几千江东子弟渡河打天下，如今只剩我一个人回去，就算江东父老不怪着我，我也愧对他们。”说完，汉军已经追了上来，项羽和士兵们奋死抵抗，个个杀红了眼，26名士兵全部战死，项羽也伤痕累累，最后提剑自杀。公元前202年，刘邦在伐楚胜利后，封韩信为楚王，封彭越为越王，众人恭请刘邦称帝，一统江山。刘邦先是推辞一番，部下便以天下安危和百姓幸福为由，请他不要再推辞，刘邦这才答应下来。公元前202年2月，刘邦在定陶宣布即位，建立汉朝。